听雪给南华众弟子分发草药包，此等招摇做法惹得司马妙元不满。起初，司马妙元以为听雪与虫子交情颇好，可当发现他心术不正，恩将仇报，继而萌生暗害虫子的心思，怂恿他给虫子在汤药里下焚心散。虫子强忍着焚心之苦去找燕珍珠，结果在半路被司马妙元羞辱，幸好秦柯出现，怒斥司马妙元，带着虫子回到房间休息。经过燕珍珠诊治，众子的焚心症状得到缓解，可又听到骆音凡和云姬的婚事将近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燕珍珠早就看出虫子喜欢骆音凡，也鼓励虫子勇敢追求这段感情，奈何云姬从中横插一杠，恐怕骆音凡碍于大势所趋会迎娶云姬。在燕珍珠的陪同下，虫子火急火燎赶回崇华宫，准备找师傅问个清楚。正巧听见师傅和云姬的谈话，一句向来把天下苍生放在第一位，让虫子再没有勇气上前，失落的转身离开。殊不知骆音凡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，他承认自己心里有众子，也明确拒绝云姬的感情，不愿彼此用终身幸福维持两派之间的关系。此话一出，云姬总算明白他是一厢情愿，含泪表态从今往后仅是朋友关系。虫子独自坐在山头发呆，想象着骆音凡与卓云姬亲密相处，心口阵阵作痛，拿不起又放不下，羞愧伤心交蹦一处。燕珍珠觉得爱情应该坚持到底，不要受到任何事物影响，纵然身份和立场不同，先魔有别又有何妨。沐浴对虫子心生怜惜，便想提醒骆音凡处理好私人感情，不应该游走在云姬和虫子之间难做抉择。偏巧听雪偷听二人谈话内容，故意向虫子撒谎云姬与骆音凡筹备婚事，骆音凡准备要把他送到玉尘峰。虫子闻言半信半疑，急忙跑下山查看情况，结果看到清华宫送来的聘礼，彻底误会骆音凡就要迎娶云姬。也正因如此，虫子不愿成为骆音凡的拖累，主动跟他申请前往玉尘峰。本来骆音凡为虫子准备玉簪，可当他听到虫子的来意，忍不住生气，指责虫子擅作主张，从未想过跟自己商量。骆音凡强压着体内的噬心毒，对于虫子的选择痛心疾首。虫子想起云姬说过的话，如梦初醒，伤心被恐惧取代，跪地叩拜辞别，完全没有察觉骆音凡的异样。待虫子彻底离开，骆音凡呕出一口血，玉簪落地应声而碎，云姬心里五味杂陈。隔天，虫子取下师傅的剪纸，带着剪纸和星灿法杖前往玉尘峰。沐浴在虫子必经之路等候多时，虫子恋恋不舍地回头张望，并未见到心心念念之人，简单的师徒二字已然注定他是妄想。之后的日子里，骆音凡经常会关注众子的情况，委托沐浴给他带些水果以及修复好的玉簪。秦柯和燕珍珠等人偶尔会来探望，如此玉尘峰算不得清冷。虫子带着玉簪，仿佛陪在师傅身边，暗自发誓迟早会有足够资格与师傅相配。虽然闵素秋倾慕卓浩，奈何卓浩的态度极其冷淡，一言不合就对他发脾气。闵素秋故意提出要回南华派，卓耀知道闵素秋在清华宫受委屈，承诺会给他一个交代。随后卓耀亲自来南华派跟闵云中等人商量婚事，希望在魔族大战之前安排闵素秋和卓浩成亲。闵云中眉开眼笑，答应会风光送闵素秋出嫁。由于骆音凡饱受噬心毒的折磨，云姬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而他不得不采取伤害虫子的方式，彻底断绝骆音凡的念想。当天夜里，虫子梦见骆音凡剑指自己，瞬间从噩梦中惊醒。云姬给虫子端来凝神散汤，并且劝说他离开骆音凡，毕竟骆音凡迟早要和清华宫联姻，若是能有两大门派的支持，成就上必然会超过云丘天尊。虫子果断回绝云姬，紧接跑去找骆音凡，哭着埋怨他是有了师娘就会忘记徒儿。骆音凡否认成亲的事情，抱着他缠绵亲吻。还未等虫子反应过来，骆音凡抹去虫子的记忆，全当是一场梦境。燕珍珠来找虫子遇见骆音凡，忍不住追问他与云姬是否要成亲，骆音凡一言不发就离开。虫子醒来已然失去些许记忆片段，完全记不得方才跟骆音凡接吻的场景，反倒是受到蛊惑让他杀死云姬，如此就能和骆音凡双宿双栖。尽管虫子潜意识是抗拒，觉得云姬施药救人，奈何神智愈发昏沉，独自去见云姬，
毫不犹豫地刺向对方。王悦获悉云姬死讯，坐等大戏拉开，云姬遗体依旧在南华派，但是清华公主卓耀已在赶来的路上。闵云中和余度猜测此事极有可能内鬼所为，更重要是直接影响到南华派与清华宫的交情，两派关系遭遇有史以来最为尴尬的局面。听雪故意向众人告密，凶手乃是虫子，果然卓耀深信不疑，非要让虫子以命抵命。尽管余度比较理性，认为其中必有隐情，奈何卓耀态度坚决。闵云中为平复他的情绪，带领弟子前往玉尘峰，发现仲子靴子上满是污泥，沐浴急忙出言建议暂且将虫子关押监牢。目前尚无证据指证虫子是凶手，同样没有证据替他洗清冤屈，骆阴凡自然而然应下这个责任，唯有证据确凿，方能救出虫子。待骆阴凡离开后，司马妙元向闵云中透露，骆阴凡和虫子关系亲密，绝非普通师徒。闵云中听得脸色铁青，意识到此事牵涉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两派交情，更是在于伦理纲常。若是传扬出去，非但南华颜面无存，就连骆阴凡名声都会受损，仙门也绝不能再出第二个阴水仙，否则定会沦为6界笑柄。反观卓浩收到消息后，第一时间赶来南华，沉浸在悲痛之中，迁怒骆阴凡没能保护好身边的女人，接连失去虫子和云姬。可即便如此，卓浩照样相信现在这个虫子的为人。闵素秋受听学挑拨，要污蔑虫子，终是遭到卓浩驳斥。骆阴凡施法引卓浩前往仙域，使他通过天幕辨认虫子身份。天幕之下，封印与黑气隐现，卓浩震惊不已，直至骆阴凡出现，亲口承认事实真相。二人知道当务之急，找出证据救虫子，暂且抛开任何恩怨，联手调查。玉尘峰殿外黑气缠绕，但是这股黑气不属于仲子的煞气，更像是来自魔族。殿内看似并无异样，可当骆阴凡不失结界后，魔族法术无处遁形。他和卓浩断定，凶手应该就是擅长使用梦境蛊惑的煞异幻。随后，骆阴凡主动来探望虫子，果然坐实虫子在案发当晚梦见自己杀云姬。虫子哭着希望能跟骆阴凡重回紫竹峰，从此不问世事。骆阴凡对他怜惜心疼，默默把他抱在怀里，保证会洗脱冤屈。正当骆阴凡和卓浩都在搜集证据之时，秦柯竟是束手无策。他难以违背仙尊的命令，又不忍虫子失去性命，唯有恳求卓浩相助。卓浩把调查进展告知卓耀，岂料卓耀已经不在乎凶手身份，就算是魏清华的脸面，虫子必死无疑。卓耀坚称仲子勾结魔族害死云姬，闵云中为平息他的怒火，只好将虫子带去6界碑审问。沐浴急忙传信给骆阴凡，至于秦柯则是解除禁足卓耀的结界，燕珍珠也要跟他们一同去救虫子。6界碑上，无论虫子如何解释，闵云中完全听不进去，接连出手将他重伤，扬言要打入黄泉不得往生。卓浩和秦柯等人匆忙赶来阻止，虫子虚弱倒在燕珍珠怀里，满心满脑都是师傅。还没等燕珍珠回应，闵云中再次出手，卓浩和秦柯皆不敌，眼看着虫子被他打下6界碑。骆阴凡及时现身护住虫子，为他不惜与闵云中、卓耀动怒。二人碍于骆阴凡法力高强，自然是不敢贸然得罪。卓浩趁机提出代表清华宫实施处罚，实则之前早就和骆阴凡商量好的对策，目的是要保留清华威严之时，还能防止虫子因此殒命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卓浩施展清华杀招海之焰，虽是杀招，尚无杀意，漫天星河飘落，如暮春时节纷飞柳絮，夏夜里转瞬即逝的萤火，美丽且伤感。骆阴凡毫不犹豫挡在虫子面前代为受罚，直至结束才开始追究他们重伤爱徒的行为，继而亮出佩剑拦住闵云中去路。卓耀不愿参与南华派内部恩怨，明哲保身先行离开。闵云中未给骆阴凡交代，决定明日6合殿审判虫子。自6界碑回重华宫，骆阴凡耐心开导虫子，令他情绪有所平复。沐浴主动来访，劝诫骆阴凡应当明白闵云中用意。他之所以多番针对虫子，无非是顾虑骆阴凡受虫子牵绊，为一己私欲，弃苍生于不顾，置万民于水火。骆阴凡闻言恍然大悟，继而愁肠百结。尽管他平生决策无数，可这次关乎6界安危。祖师殿内，骆阴凡暗自伤神，寻求两全之法，
终在云丘天尊的画像前心领神悟，隐隐记起师傅的告诫，终做出选择。六合殿审判当天，司马妙元和听雪联手构陷虫子，秦科百般维护，更是令闵云中怒火中烧。今日必然要对虫子惩罚，依照余度所言，须得逐出师门。岂料骆阴凡突然提出把虫子暂押昆仑冰牢，如此一来，尚可保全虫子安然无恙。然而冰牢环境恶劣，又是关押六界穷凶极恶之徒，骆阴凡心里自然不好受，委托沐玉和秦科代替自己护送虫子，直至抵达昆仑，交与玉虚子。闵云中安排司马妙元负责看守，可他借此机会发泄折磨，令虫子琵琶骨被刺穿吊起，饱受痛苦。如今云姬已安葬在崇华宫海底，卓要暗自发誓必定抓住凶手，就算掀翻整个南华，都要让凶手血债血偿。魔宫知晓虫子的遭遇，越发期待接下来的好戏，唯有虫子面临最亲之人的背叛，才能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。之后的日子里，骆阴凡独自在紫竹峰清修，苦练静心术。卓浩对此极其不满，明明当初说好要寻找证据，还重子清白，可现在骆阴凡居然躲了起来。秦科觉得骆阴凡定有缘由，也愿意再相信他一次。虫子频繁被梦魇缠身，总会在不经意间走进魔界，并且见到戴着面具的雪衣人，浑身上下藏在白斗篷里，看不清面容。司马妙元知道月桥贼心不死，借着关照名义给他制造接近虫子的机会。月桥欲对虫子行不轨之事，遭到虫子激烈反抗，期间更是打落吊坠。没有吊坠压制煞气的重子魔性大发，目光幽深，恨意翻涌，且将他视如蝼蚁。由于重子伤势未愈，灵力耗损极其严重，终体力不支晕倒在地。司马妙元闻讯赶来，看见月桥遍体鳞伤的慌乱而逃，心下起疑。东南方紫色星煞引起南华派的注意，待闵云中等人前往昆仑冰牢，发现重子周身煞气。闵云中联想骆阴凡种种反常表现，心里已是了然，震惊又气怒，他费尽心思保护魔族，毫不犹豫拔出浮屠节，要将虫子斩杀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骆阴凡现身阻止，黑眸无悲无喜，神情淡漠，直接抱起虫子就往外走。至于具体情况，等回去后再做解释。虫子受这番委屈，又受过刑，早就是心力交瘁，所幸还有师傅陪在身边。骆阴凡向他坦白天生煞气的来源，并且表示自己把他看作苍生重要，两者皆不负，必然不离不弃。安顿完虫子后，骆阴凡来找闵云中道尽实情，但是重子煞气伤人，自有其说法，眼下该是追究月桥欲强行非礼之责。闵云中自知理亏，命人将司马妙元和月桥带进来。骆阴凡盛怒重伤月桥，念及他是天山派首徒，也就留他一条狗命。反观司马妙元擅离职守，有辱南华门风，闵云中势必要给骆阴凡交代，决定罚他去除仙骨，守毒岛3年，反躬自省。司马妙元辩解无用，内心痛恨虫子更甚。沐玉见状，警告他既已受罚，更应当谨言慎行。这件事情得到妥善解决，闵云中重回正题商谈如何处置虫子，依旧是围绕着煞气展开。骆阴凡答应定不会拿6界冒险，准备把虫子送回冰牢沉睡，等他练成静心术才能唤醒，届时煞气彻底消失。正如骆阴凡所言，为今之计就是把虫子送回冰牢封印，待他修成静心术消除煞气。闵云中欣然同意，欣慰他又变回那个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护教仙尊。骆阴凡郑重其事的承诺，随后将重子5脏6根封闭，断12经脉骨骼，直至他无痛无悲入梦境，彻底无法凝结煞气。可即便是骆阴凡千叮咛万嘱托，听雪依然有办法收买玉虚子混入冰牢，凭借术法解除禁锢，幻化骆阴凡模样，让他醒来，狠毒又无情的施虐。反观骆阴凡还被蒙在鼓里，他在闭关修炼之前丢掉解药，愿承受虫子相同的痛苦作为警醒。自从上次骆阴凡把虫子唤醒以后，他已受困于冰牢整整3年，2道锁仙链悬吊琵琶骨，无时无刻不在饱受折磨，唯有灵气渗入体内维持生命。对于虫子而言，外界犹如冰层，看不清摸不透，难辨朝暮岁月，难见思念之人。卓浩在崇华宫禁足3年，得以恢复自由，第一时间来找秦科，获悉虫子被送回冰牢的消息。
纵然秦柯生气骆阴凡的做法，可他更恨自己当初的软弱无能，因此迟迟不敢去见重子，也没有其他人愿意见。卓浩听的心里不是滋味。这些年以来，阴水仙不惜耗费灵力给雪灵续命，雪灵从未知晓，亦不知他真正身份。隐心魔通知阴水仙切莫忘记正职，眼下时机已到，燕珍珠恢复护法身份，联合天之邪盗走魔剑交给王月，而他关心虫子安危，希望能够尽快接回对方。尽管月桥死里逃生，可他始终不知悔改，对虫子痛恨入骨，怂恿司马妙元报仇雪耻。起初司马妙元尚有些许改过之心，岂料秦柯对他失望，不肯原谅，闵云中又把他降为普通弟子，从魔云峰迁居玉尘峰。闵云中之所以这么做，无非是想让司马妙元修身养性，以戴罪之身重修仙骨。奈何司马妙元完全没有理解闵云中的用心良苦，继而将自己的遭遇责怪在虫子身上。随后司马妙元主动联系月桥，并且在他的蛊惑下发誓让虫子永无重生的机会。冰牢3年无人来探，这一次竟是新仇旧怨。司马妙元看到虫子披头散发，浑身血污，忽觉痛快，还不忘各种嘲讽羞辱。虫子目光凌厉，怒斥他们若是今日杀不了自己，明日必报血仇。月桥羞辱不成，反遭奚落，恼怒拔剑朝他砍去。岂料虫子竟能凝聚煞气，一道道冰锥刺穿月桥身体，转眼间灰飞烟灭。司马妙元面露惊恐，急忙往外面跑去，结果被燕珍珠砍掉手臂，步步逼近，直至他没有反抗余地。看着燕珍珠的装束以及力气，司马妙元立马明白他就是梦魔煞一患，可叹自己明白的太晚，堂堂人间9公主落得这般下场。